我们从小学习到大，但要如何验证我们是真的把知识学进去了？估计我们的第一个想法会是考试。但是考试真的能验证我们的学习成果吗？有谁还能清楚地记得他求学时期学过的知识呢？除非这个知识是他一直用到现在，不然随便问个人，问他你还记得三角函数怎么算的吗？大概率是答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学习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一旦考完了，那些留在脑海里的知识就随考卷逝去了。另一个场景，在工作中我们也是时常需要学习的。我们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我们去请教同事，在网络上查找资料，到书店找相关的书籍，费尽一番努力，我们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时你过一段时间再回顾这个你掌握到的知识，你还会记得吗？十有八九你还是会记得的。为什么呢？一是你的工作上可能还会用到，或甚至有后来的新同事来请教你。二是你学习的目标是为了解决问题，并且有很高的几率你还会被主管请去分享这个过程。第二个场景的学习过程让你铭心刻骨，所以你会很难忘掉。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学习的过程你必须使用许多技巧，可能有收集整理资料、分析解读资料，彻底它并把这些知识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最后再运用出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最后的最后，你可能还要上台报告你的解决方法。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两种学习方法的差异在哪？为什么第二种学习方法会让人印象深刻呢？回答这些问题前，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真正把知识掌握起来的学习方法——费曼学习法。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为民说，这是个学习的频道，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费曼学习法是由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费曼创造出来的一种学习方法。他创造这个学习方法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深刻、更加透彻地掌握所学到的知识。这个方法可以以简单的4个单词来概括： concept 概念， teach 教给别人， review 评价， simplify 简化。 concept 准备一个你想学习的主题，收集材料，并将你整理的知识内容写下来。在整理的过程中，你需要设想你的听众是完全不懂这个主题的，或根本就是一个小朋友。例如，你想写一篇关于自律的内容，你收集了一些材料，无论是从书籍或网络还是其他地方，你整理这些材料，写出自律的相关内容，这时你就有了一篇关于自律的知识内容了。但要如何验证你已经学会这个内容呢？这就要进到第二个环节 teach 要将你整理的知识教给别人，这部分不是随便找个人去教，要找的对象至少符合前面提到的2个条件：一是这个人对这个主题是完全不懂的；二是你可以直接找个8岁的小朋友。在这步骤中，最重要的关键是要随时记录反馈。反馈要收集哪些内容呢？一是你讲的不顺的地方，可能是你讲的卡住的地方，或是在你讲解时发现前后不连贯的地方；二是对方很明显听不懂的部分，这代表你在这部分内容是理解的不够透彻，无法真正的深入浅出将知识点表达出来。我们将这些收集来的反馈带入费曼学习法的第3个环节 review 收集这些反馈要做什么呢？这些反馈就是费曼学习法的关键所在。收集到的反馈就是你对这个主题还理解的不够透彻的部分，也就是你可以再深入学习的部分。透过对这些反馈的再深入学习，会帮助你更加深入透彻的掌握这些知识点。针对你收集到的反馈，你需要再回到原材料去学习，重新解释整理这些材料，借着反馈带出来的问题，再去从原材料中找出答案，再重新写出这部分的相关内容。要如何确保自己写出来的内容是够深入浅出的呢？这就需要进到第4个环节 simplify 我们写出来的知识点可能因为使用太多专有名词，或是用了太多难懂的语言来表达，这就造成你的听众是听不明白的。这时候我们不能怪罪听众觉得他们太笨，而是反过来反省自己是否写得太难，或是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个部分的掌握是不够透彻的。这时候你就会需要重新撰写听众不懂的部分，将其简化，直到你的听众听懂了。整个费曼学习法就是在这4个环节中不断循环，特别是后3个环节，直到你能将你想学习的主题用足够清楚并且足够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才表示你已经掌握了这个知识。看到这边，不知道大家心中会不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要把知识点用简单到8岁小朋友都能听得懂的方式写出来呢？在如何阅读一本书中，对如何验证自己是否读懂一本书，他使用了一个方法来验证，就是你能否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诠释一个知识点，并且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若是能做到，就代表你把这个知识点读懂了。而费曼学习法是更进一步的将你学习到的知识点用教给别人的方式表达出来。若是对方听懂了，就代表你不只是读懂了该知识点，你更是完全的掌握了它。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充满许多所谓的专业文的时代，网络上到处充满了专业文，
每每打开这些文章，就是一堆专业术语的堆叠，看得你昏天暗地，你还是搞不懂他在写什么，只是觉得好像很厉害。但是若是你学会了费曼学习法，你就会知道，一篇真正的专业文是要让读者看得懂的，一篇能用很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专业文，那才是真正高手的文章，不然何必写出来给大家看呢？若是只想写一篇用一堆专业术语堆叠出来的文章，请留在自己的专业圈吧。若是各位有机会去看牛顿时代的科学书籍，你会发现他们使用的语言是非常简单的，那不是因为牛顿时代的专业底蕴不足，而是他们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普及科学知识给一般平民大众，所以必须用很浅显的语言将很复杂的知识点表示出来，这就非常考验他们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了。费曼学习法不只是给学生使用，工作人士更是需要掌握，因为在职场中，我们每天面对的问题千奇百怪，远超求学时期，而且有些问题是用学校的学习方式是找不到答案的，我们需要快速的、有效的学习方法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如此才能游刃有余的解决一堆问题。回到最前面的问题，为了考试的学习和为了解决问题的学习差别在哪呢？差别就在于后者的学习是为了彻底掌握一个知识点来解决问题，并且有机会还要分享或教导别人运用，所以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运用到了费曼学习法的技巧。若你是个学生，鼓励你在学校时有机会就将你会的内容分享给同学吧，因为教学相长，你教别人的同时，你自己反而会在教导的过程中一再检视你的学习是否到位。你的同学听懂了的同时，也代表你对该知识点的掌握更加彻底了。鼓励大家开始尝试使用费曼学习法学习任何一个你想学习的主题，用 concept、teach、review 和 simplify 掌握每一个你想掌握的知识点。以上是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观看，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及打开小铃铛。